好啊。想走，没有梁飞盯上的，谁也走不了。咱们都是中国人，饶我一命。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どこの部隊だ？警備署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で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谁的？哪个？快！张头！追着司机，快快！快快！来快！开始了！走着！走！どこの部隊だ？まあいい。見せてみろ。はい。隠せか。動くな！貴様！アフェラ！やつを捕まえろ！やつ捕まえろ！捕まえろ！やつを捕まえろ！捕まえろ！待て！待ておら！待て！こら！杨北，不要做所有的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杨北，出来啊！跟我决斗！谁是缩头乌龟？报告，就是。
あそこだ！やべえだ！捕まえろ！やべえだ！捕まえろ！さあ！やべえだ！捕まえろ！梁飞，快点，快点！快，臭崽子！我扒了你的皮！撤！止めろ。止めろ！就跟他弄。水域开始喽！我叫小野纯一郎。你们中国的大英雄梁飞不是要找我吗？可以。明天下午5点，我在青岛码头等他。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来杀我，听到了吗？就看他。梁飞，过来！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我说过，
7天之内杀了你们3个畜生，今天刚好第7天，我不会食言。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小心了，我会割断你的喉咙。小鬼子！这一招，梁家刀法第9式，你能死在我爷爷的金刀之下，也算你不远。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位。今天哪会把他一定是。剑给我！你是谁？我梁飞还没干过，说到没做过。你是梁飞？知道还不把剑给我？小白白，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梁飞不但把3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你想过没有啊？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雅文哥不就安全了吗？兄弟，砸场子来了。我说你们这。
啊，这儿。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3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替身。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景怡在吗？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白鹿，走。松卡松卡。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木头桑，嗨。我是周玉海，你是谁？别装了，我是梁飞。梁飞，别看。打开！梁飞得手了，快接应！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军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なんだこりゃ！哎，猴子！不干了！抓了他，他是刺客！别误会了，这里不让进。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
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小姐，呀，你看，她还不下来了。拿路子！两位，杨飞，快点！不对，不对，不对！打开！快快！走！小鬼子！死别！师长，小飞。走！快！南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我一定让小鬼子血债血偿。
那你这可许得吧？在格斗中，谁先亮出了匕首，谁就是最愚蠢的。我们不是在表演，不需要演戏给谁看。亮出了匕首，就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戏法都会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来，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呀！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怎么交流啊？凯文，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求之不得。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前线打滚子去。成，怕了。哼，啊。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他。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还有别的选择吗？2个选择，逃或者战。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小官人，小官人，我看好你哦。凯文，今天怎么这么慢呀？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好了，松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分组搜查，快！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当年和陈组长去了南京，他就坐立不安了。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对，师傅，他嫉妒你，他叫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对，说我们练的花架子，我们练的真功，这明显是嫉妒您。停！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行啊。哎，兄弟，有暗器啊？暗器？什么暗器？没有啊！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喝你。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拉开呀！松开！男人竟然故意被鬼子抓进监狱，可没想到第一天就遭到狱霸欺负，差点被脚丫子塞进嘴里面。然而梁飞明明在国外接受过专业暗杀，却故意不敢反抗，装作窝囊废的样子。直到他看见一个巡逻的鬼子走过来，梁飞明白自己复仇的机会终于到了。他本想把鬼子叫过来将其干掉，可不料鬼子竟然不上当，要转身离开。梁飞见状只好掏出大金表，说：“太君，我去年买了个表，送给你吧。”就当鬼子放松警惕的时候，梁飞果断出手扭断对方的脖子，紧接着又把鬼子手里的38大盖给捡了起来。这一波操作下来，狱霸们差点被吓尿裤子。没想到梁飞竟然连鬼子都敢杀，自己刚才还差点把脚塞进梁飞嘴里，这不是老寿星玩上吊，活得不耐烦了吗？然而梁飞却根本不和他们一般见识，非但没有杀他们，反而还将监狱的犯人全都放了出来。因为他此次来监狱是为了营救被抓的战友，于是不停地大喊暗号寻找队友。谁有橘子？谁有橘子？然而小鬼子却并不打算放过梁飞，纷纷冲上去开枪阻拦。不过幸好有其他狱友在前面给梁飞扛伤害，就这样费尽9牛2虎之力，终于找到了要营救的目标。我就橘子，老的5个，坏的6个。梁飞接上队友后，赶紧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因为他和外面的队友早就商量好了，中午12点要在监狱外面炸开一条通道，方便自己撤离。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地面被炸出一个大洞，队友率先逃了出去，而梁飞紧随其后跳入洞中。来啊，我们不赖吧？还不赖呢啊！偏了3米，再多1米，我撂里边了。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呀。就是啊，鬼子等你练了再跟你打呀。完成任务后，大家骑着自行车准备去梁飞家给他爷爷庆祝70大寿。而此时梁家上下正沉浸在喜悦当中，却不料门外突然闯进来一群凶神恶煞的小鬼。我来介绍介绍，这2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小鬼子眼看梁老爷子不配合，
竟然准备强行冲上去决斗。而梁飞的姑姑见状，索性也不再隐忍，准备测试一下小鬼子到底有几斤几两。他虽然是一介女流之辈，但自幼跟梁老爷子学习武术，即便是几个手持武士刀的日本浪人，却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而本田老鬼子见状，便准备亲自上阵。他身为一个小队长，自认为有2把刷子，可没想到真正交手后，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不一般。刚才明明已经被消耗了一波体力，但是自己却仍然不是对手。仅仅几个简单的照面，没想到就被女人的9阴白骨掌所伤。而老鬼子觉得是拖鞋影响了自己的实力，于是第2回合直接光着脚丫子上去战斗，结果发现还真的有效果。这次老鬼子战斗力明显有所提升，甚至最后直接趁女人不注意，将其扔出去，硬生生撞断了半米粗的木桩。可以看出来女人受到的伤害极其严重，而梁老爷子也赶紧让其去疗伤。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鬼子当然不肯撤退，最后竟然从人群中抓了一个3岁小孩，用他的性命威胁老爷子切磋武功。面对如此良心狗肺的小鬼子，老爷子不再选择隐忍，准备教一下小鬼子如何做人。取我刀来！女人刚回到家就被鬼子用枪顶住脑袋，而她本想掏出枪反抗，怎料却发现鬼子竟然有好几个人。为了保住性命，她只能交出自己的手枪。你是特战局的吗？你可人了吧？尽管女人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但还是被鬼子给强行抓走。可没想到刚走出院子，女人就无意间看见不远处的墙角藏着一个人，而当她在仔细查看时，却惊喜地发现竟然是队友梁飞。那么接下来不出意外的话，这几只鬼子马上就要死了。快找警医！梁飞，鬼子仗着人多势众，胡乱开枪射击，结果一枪击中梁飞。没想到梁飞身受重伤，回到根据地后，非但没有被关心，反而还被队友一顿嘲讽。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梁飞没想到自己拼死拼活的打鬼子，竟然得到这样的待遇，当即就准备撂挑子不干了。而刘景一见状，赶紧苦口婆心的安慰，毕竟梁飞刚才还救了他的命。别拐弯抹角劝我，说不干就不干。眼看梁飞铁了心不想打鬼子，刘景怡只好改变策略，开始用激将法对付梁飞，说你现在受伤已经没有能力打鬼子，想走就走吧，我们再另请高人。只有我能完成任务。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经过刘景怡一番忽悠下来，梁飞答应留下来刺杀汉奸周玉海，而周玉海开了个赌场，所以梁飞冒险来这里碰碰运气，没想到竟然遇见了周玉海的情妇窦小凡。梁飞本想从他嘴里获取情报，谁知下一秒窦小凡竟然摸到他腰间的手枪，这可把梁飞吓了一跳。而更令他害怕的事情还在后面，下一秒窦小凡又抓紧了他受伤的胳膊，梁飞立刻意识到自己可能暴露，但有一点十分可疑，女人明明怀疑自己的身份，为啥不当众揭穿让鬼子来抓？梁飞赶紧返回根据地，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大家。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梁飞经过短暂的思考，猜测鬼子之所以不跟踪，是因为他们知道八路的目标是刺杀周玉海，所以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周围，等着鱼儿主动上钩就行了。与此同时，窦小凡也通过电话将梁飞很可疑的事情告诉了周玉海。挂断电话后，周玉海告诉鬼子要加强戒备，保护窦小凡，怀疑梁飞很可能会去找麻烦。然而鬼子却说梁飞不可能再去窦小凡那里。结果万万没想到，梁飞当天就抱着一束鲜花来到了窦小凡的家里，并且直接表达自己的爱意，说我之所以要接近周玉海，是想从他手里得到你。而窦小凡瞬间被英俊潇洒的梁飞所迷惑，当场就坠入了爱河。你喜欢我吗？当然。此话一出，没想到窦小凡立马抱紧了梁飞，并且大喊我要给你生孩子，这可把梁飞吓了一跳，赶紧挣脱对方的怀抱，说第一次见面就生孩子太仓促，下次再生吧。下回是什么时候？要不这样，明天晚上。梁飞之所以说明天晚上生娃，是因为明晚要刺杀周玉海，所以想以此来迷惑窦小凡。众人经过商议，决定让梁飞伪装成一个记者混进去刺杀。但是还有一个麻烦需要解决，进入会场之前肯定会被鬼子搜身，那样武器根本没办法带进去。但是这却根本难不倒梁飞。第二天竟然把手枪塞进大白菜里面，然后队友伪装成送菜的准备混进会场，而站岗的鬼子完全忽略了危险的存在，只是用刺刀简单戳了几下，便命令他们将白菜搬进去。当天晚上汉奸都已经开始演讲，而窦小凡还在家等梁飞来生娃。眼看迟迟等不到人，窦小凡意识到情况不妙，他赶紧给鬼子打电话汇报，说梁飞很可能已经到现场去刺杀周玉海了。而鬼子大佐赶紧命令手下寻找梁飞，殊不知人群中的梁飞已经准备开枪射击。
八路刚要掏出腰里的手枪刺杀台上演讲的汉奸，怎料却发现惊恐的一幕：汉奸擦汗时竟然把额头的黑痣蹭掉。可情报显示，汉奸明明有一颗黑痣，原来鬼子为了保护汉奸的安全，特意给他找了个一模一样的替身。两人无论从身材还是高矮胖瘦，简直和孪生兄弟一样，唯独就是替身额头没有黑痣。但这也难不倒化妆师，当场就给贴上一个假的。最后就是两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于是鬼子决定让真的周玉海坐到办公室演讲，而替身则去舞台上对口型，声音只需通过广播传递出去就可以了。与此同时，梁飞正准备刺杀，发现汉奸把黑痣擦掉了，他也意识到这个人很可能是替身，于是赶紧顺着话筒的电线寻找线索，果然发现尾部根本就是断掉的。梁飞这才知道台上的替身根本就没有说话，于是他赶紧去寻找真正的周玉海，可不料下一秒却迎面碰见一个小鬼子。白鹿！梁飞一听这家伙敢骂自己，直接将其带到角落里当场干掉，随后穿上了对方的衣服，伪装成服务员。与此同时，周玉海正在办公室演讲，怎料下一秒梁飞就进来假装送水，站岗的鬼子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被梁飞当场给掐死了。而另一个鬼子正在专心致志地调试广播，丝毫没察觉到梁飞已经走进来。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要出意外了。木头桑，我是周玉海，你是谁？我是梁飞。没想到周玉海还想反抗，但他低估了梁飞的实力。眼看汉奸已经被干掉，梁飞却并没有撤离，而是从周玉海的包里找到生化病毒，毫不犹豫的开枪将其销毁。而后梁飞这才选择撤离，可不料刚走出门外，却惊恐的发现鬼子竟然冲了过来。于是梁飞赶紧藏进角落里，等瞎眼的鬼子从身边经过后，这才从反方向撤退。与此同时，队友正在门外接应梁飞，他们准备将站岗的鬼子全都干掉。只见黑子拉来一辆黄包车，将一捆定时炸弹装进里面，然后拉着车来到小鬼子跟前，说：“太君，你们辛苦了，我给你们送来一个花姑娘。”趁着鬼子上前查看时，黑子赶紧跑路。与此同时，屋里的梁飞也和鬼子打了起来，但毕竟小鬼子人多势众，梁飞只好使用一招空中飞人，在房顶上面荡起了秋千，最后凭借灵活的身法跳窗离开。梁飞和外面的队友集合后，本想撤退，可没想到后面的鬼子一直穷追不舍，眼看鬼子的子弹飞射而来，政委不惧危险替梁飞挡住了致命一击，身受重伤的他差点摔倒在地上，而梁飞本想让他踩着自己的肩膀翻墙撤退，可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要走一起走，快死一起走！眼看越来越多的战士死在鬼子枪下，政委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用枪胁迫梁飞赶紧带着大家撤退，要不然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紧接着他就掏出2颗手榴弹，拉响之后扔到了鬼子队伍，而他也死在了鬼子枪下。最后梁飞等人虽然成功逃了出去，但是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因为政委的尸体都没有收回来。梁飞发誓要给政委报仇，于是第2天就准备袭击鬼子运钞车。他在马路上摆放一辆黄包车，鬼子汽车被逼停后赶紧下车查看，不料却发现车上摆满了炸药包。就在这时，梁飞从身后钻了出来，用手枪将3只鬼子全都送回老家。原来炸药包是假的，只是用来吸引鬼子注意力，而梁飞真正目的是劫走运钞车。很快他就开车来到了鬼子司令部，准备给小鬼子来个双喜临门，将运钞车和司令部一起炸上天。只见他用几根铁棍将车辆设置成无人驾驶模式，然后拉响一捆手榴弹，直接跳下了车。等鬼子看见汽车冲过来，已经为时已晚。